每次呢回台湾呢，除了逛夜市之外，通常还会选1到2个吃到饱的餐厅，就是 buffet， 然后来试试看它的菜色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汉来海港的敦化店。我们是订11点半的位置，然后现在是11点15分。然后呢，所以现在在排队准备入场，前面已经有很多人了。2位车都是。好，谢谢。第一盘呢拿了一些冷的东西，沙拉、新鲑鱼，然后鲜虾沙拉，还有左边这个是鹅肝酱跟鱼子酱，然后还拿了一杯乌梅汁。来点评一下刚刚第一盘，第一个那个鹅肝酱的饼干，我觉得相当好吃，的确是世界3大美食之一。然后沙拉的部分就是一般的沙拉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然后熏鲑鱼我觉得也还好，烟熏味不是太浓，还算可以。然后虾的沙拉呢也还算 OK， 就是平均的水准。好，来看看第二盘要吃什么。好，第二盘拿了左边的现冲的牛肉汤，然后吃的东西拿了一些炸物，拿了3个炸生蚝，然后避风塘的螃蟹，还有牛腩。是那个手冲的牛肉汤，我觉得相当有水准。虽然说还不到台南现煮的那个标准，但是牛肉很嫩，然后牛肉的高汤也还蛮浓的，相当好吃。炸物的部分，我吃了炸生蚝，因为是刚刚出炉的，所以我觉得也相当不错，在水准之上。其他的炸物像鸡、虾、蔬菜，就算是平均的水准。然后另外还拿了牛腩，牛腩也还算不错，还蛮嫩的。但是比较失望的是螃蟹，那个避风塘的螃蟹就还好，还行。好，再来吃下一盘。第3盘呢，左边拿了烤方跟火腿，本来还有面包，但是就略过面包了。上面是3个港点，烧麦，然后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中间这个是猪肋排，下面是德国猪脚，右边是烤牛肉。好，来吃。
吃还可以，后来吃到最后觉得有点干，所以就是平均值吧。然后我觉得烤方跟那个火腿还不错吃，然后那个猪肋排也都还不错吃，算是在水准之上。然后烧麦就是一般的烧麦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比较让我惊艳的是德国猪脚还不错吃，配上酸菜还蛮嫩的。好，来看看下一盘要吃什么。第4盘呢，拿了一些海鲜，毕竟它叫做汉兰海港。拿了右边的应该是孔雀贝，然后鲍鱼，然后蒲烧鳗鱼，跟鲑鱼还有尾鱼的生鱼片。然后呢，还拿了2个鲜虾手卷，然后再补了一杯综合果汁。来讲评一下刚刚的海鲜。生鱼片呢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算是平均的水准。也不会觉得特别好吃，但是应该还算新鲜。然后呢，那个孔雀贝我觉得还蛮难吃的，干干的，没有什么味道。然后那个鳗鱼口感有点诡异，但是调味还行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鲍鱼，我觉得它煮的还蛮入味的。虾软的手卷呢，就也是算是平均而已，也没有说特别好吃，但是也还 OK。最后进入甜点之前呢，又回去拿了刚刚那个鹅肝酱加鱼子酱的饼干，我觉得相当好吃。然后第一轮的甜点呢，拿了红豆汤，然后右边是抹茶蛋糕、黑森林蛋糕，还有它现做的舒芙蕾。上一盘的奖评，鹅肝酱饼干呢，刚刚讲过了，还不错吃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红豆汤呢也相当不错吃，不会很甜，料也不少。舒芙蕾还可以，因为它是现做的，然后我加了巧克力酱，就算是平均的水准。然后抹茶蛋糕没有什么抹茶味，但是黑森林蛋糕还不错吃，巧克力跟酒香都蛮够的。好，来看看下一盘甜点要拿什么。第2盘甜点呢，拿了2个蕨饼，然后呢，左边这个是一个是仙草冻。另外一个是洛神花茶冻，然后再补了一杯综合果汁。我觉得它的蕨饼瓦拉比莫吉相当的好吃，很有水准。然后洛神花茶果冻有点味道怪怪的，酸是不算太酸，但是还就是觉得很奇怪。仙草冻倒是没什么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刚刚那盘最好吃的就是那个蕨饼。好，吃完出来啦。来总结一下汉兰海港，我觉得呢，以它平日一个人990，所以我们今天2个人是2100多，有加服务费。换算成美金大概是60几块，以这个价格来说呢，它的菜色算是平均了，就是说你也不会觉得太惊艳，然后但是也不会觉得大失所望。我觉得几个比较好吃的东西，第一个是那个鹅肝酱的饼干，然后现冲的牛肉汤还相当不错，然后甜点的部分红豆汤还不错，料蛮多的，不甜。然后还有它的蕨饼也很好吃。好，今天吃汉来开海港有什么感想？整体还不错啊，不会到失望，有值它的价钱。然后虾很好吃，甜虾很好吃，然后螃蟹蛮糟的，是也不甜也不鲜，也是不腥啦，但就是吃了个寂寞，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。然后它的汤品都不错，今天吃了猪肚萝卜汤，很有味道，很有层次。然后麻油鸡汤也蛮厚，味道蛮厚的。然后牛肉汤也不错，甜点大部分都蛮好吃的，所以还不错，比我想象中的好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这就是这次吃汉来海港的特辑。
OK， 这次回台湾的第2家宝贝餐厅呢，我们来吃这家兴业集团下面的 Nagomi 和食飨宴。这家餐厅呢，其实我们1-2年前就有想要订，但是一直订不到，相当的难订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回台湾之前在网络上就订到了，所以今天来吃。好，1楼报到完之后呢，拿了一张座位卡，然后就上来3楼这边排队准备进场。我们今天一样是订11点半的位置，然后现在是11点15分。一样，前面已经有不少人了。随便请哦。第一盘呢，也是拿了一些冷的食物，拿了沙拉，然后应该是冷冻的牛肉、蛋菜、花枝，然后还有2盘日式的冷的前菜，然后还拿了一杯味噌汤。来讲评一下刚刚第一盘，一开始吃味噌汤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不会太甜。然后也不会像日本的味噌汤那么咸，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加蛤蜊，所以味道还不错。冷盘的部分一开始吃的牛肉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什么惊艳的。然后再来沙拉就是一个平均的沙拉，但是它加了熏鲑鱼，然后再加了千岛酱，其实还不错吃。2碟的日式冷盘呢，我觉得也还不错吃，做的还蛮精致的。然后那个蛋菜。它的酱有点酸，不过也还行。刚刚冷盘我觉得最好的是那个凉拌花枝，因为它的酱好像有一点用味噌下去调味，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凉拌花枝相当的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第2盘要拿什么。第2盘呢，拿了一整盘的炸物。这一次回台湾真的是炸物吃得很爽。我有拿左边2个是很明显的就是炸虾，然后有蔬菜的天妇罗，有炸鱼，然后有炸菌菇，然后中间2个，一个是原味的炸鸡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墨鱼口味的炸鸡，右边是炸的软壳蟹，然后最下面是炸牡蛎，然后呢，他刚刚还送来了一个迎宾的清汤。还有一个现榨的今日果汁，今天是柳橙汁加奇异果汁。好，来吃。来讲评一下刚刚的炸物拼盘。第一个我觉得炸虾天妇罗呢不错吃，
我记得兴业日本料理以前就是以它的炸虾天妇罗出名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我觉得很不错吃的是炸牡蛎，因为它是现炸的，所以有点烫，但是味道相当不错。然后再来就是炸的蔬菜天妇罗也还可以，就是一般的水准。然后其他东西像炸鸡啊、炸洋葱圈跟炸的菌菇，就是平均水准左右。好，来看看第三盘要吃什么。第三盘呢，主要拿的是烤物，右边有鱼下巴，然后有烤的明太子加鸡蛋，然后拿了一个烤的玉米，还有鱿鱼跟烤鸡翅，然后本来还有烤鸡肉串，但是呢，我去的时候已经没了，希望他等一下可以补货。然后最后上面的这个是，他们说是一个 cheese 球。好，再来吃。OK。刚刚那盘烤物呢，我一开始先吃的不是烤物的起司球，然后没想到它相当的好吃。等一下可能还会再去拿一个，因为它分量也不大。然后烤物的部分，鱼下巴我觉得还行，有一点过油，那我觉得味道还可以。然后烤的鸡翅呢，我觉得很像我们在美国 Costco 买的冷冻鸡翅，所以我觉得不怎么好吃。然后烤鱿鱼倒是还不错，烤的蔬菜呢，玉米很甜，相当好吃。然后刚刚那个有明太子 topping 的那个东西，我本来以为是蛋，结果不是蛋，它是山药，味道还可以，但是明太子的味道有点淡。好，来看看下一盘要吃什么。好，第四盘呢，主要是拿主物，上面拿了一点青菜。然后左边这边是煮的鸡肉南瓜烧，然后右边是日式的姜汁烧肉，中间这个是萝卜跟煮的猪肉，左边呢是经典的日式下酒菜芋头鱿鱼，然后右下角这个是酱煮鸡肉，然后还拿了一个煮的鲑鱼。刚刚那盘主物呢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酱煮的南瓜烧鸡肉，还有日式shogaYaki，这两个调味都相当不错。然后它日式的shogaYaki里面还有加煮水，这个可以学起来。其他的东西呢，像是那个酱煮芋头墨鱼，然后猪肉跟白萝卜的炖煮。还有酱煮鸡肉，就算是一般，也没有特别好吃。然后我觉得最不好吃的就是那个煮的鲑鱼，我觉得它有点腥，然后调味也有点不知所云。好，来看看下一盘要吃什么。好，咸食的最后一盘呢，来吃到饱总是要吃一些生鱼片跟寿司。所以拿了2个炙烧寿司，一个是干贝的寿司，一个是比目鱼的炙烧寿司，然后拿了一个鲑鱼的手卷，然后拿了3种生鱼片，鲑鱼、尾鱼，还有北海道的章鱼，然后最后呢还点了一杯无酒精的蓝色夏威夷特调果汁。刚刚寿司那一盘呢，我觉得2个炙烧的寿司都还不错吃，比目鱼跟干贝的寿司，然后手卷的部分是鲑鱼软手卷，我觉得就算是个平均值吧，还行。生鱼片的部分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尾鱼，然后这边的wasabi呢是现磨的wasabi，所以还不错。鲑鱼就算是一个平均值，我觉得比较不好吃的是那个北海道的水煮墨鱼，这味道有点奇怪，然后有一点干。好，来看看要吃什么甜点。第一盘甜点呢，拿了右边的黑糖蕨饼，中间是日式丸子，然后是抹茶酱，然后再来左边是提拉米苏，然后再拿了一碗红豆汤，里面有一颗白玉汤圆。
刚刚那个甜点呢，说实话都还好。红豆汤的部分我觉得有点太甜了，然后一定要配那个丸子才吃得下去。但是呢，我又只拿了1颗丸子，所以就后来还是有把它吃完了。然后瓦拉比莫吉呢，虽然我知道它上面有写是黑糖瓦拉比莫吉，但是我觉得那个黑糖味有点太浓，把黄豆粉的味道盖掉，所以这两个就都还 OK。日式丸子就算是一个平均值，有一点淡淡的樱花香，然后抹茶酱呢倒是没什么抹茶味。提拉米苏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就是平均值的提拉米苏吧。然后当月寿星呢，他会送你一个小的蛋糕，还有一个吊饰。今年是蛇年，所以这是蛇的吊饰。如果你是当日寿星呢，他会送你一只龙虾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来，就我不是当日的寿星，可是我是当月寿星，所以拿到一个免费的蛋糕。好，拿了一碗冰淇淋，左边呢是芒果口味，然后右边呢是荔枝口味。这边的冰淇淋呢是意式的冰淇淋，叫做gelato。刚刚那碗冰淇淋呢，我觉得相当不错吃。芒果口味的芒果味很浓，然后荔枝口味的也很清爽，算是今天甜点的一个 highlight。最后呢，点了一杯金萱乌龙茶来做结尾，然后呢，顺便再拿2个类似茶点的东西。最后的茶点呢，我觉得就一般般，还行。但是呢，那杯金萱乌龙虽然是便宜的茶包，我倒是觉得还蛮解腻的。OK， 刚刚吃完了，出来了。来总结一下，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它的咸食呢其实都还不错。然后我觉得炸物呢就是一般日式料理的水准。然后我喜欢它的炸虾，还有它的炸牡蛎，都还不错吃。烤物呢，虽然东西不多，但是像烤鱿鱼啊，还有烤的那些蔬菜，就玉米跟明太子的山药，这几个都还不错吃。然后主物我觉得就稍微次了一点，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。然后寿司呢，也就算是一个平均的水准。然后再来就是甜点的部分，我觉得说实话不怎么样。比如说红豆汤太甜啊。然后一些其他的甜点都有点干，但是它的冰淇淋就是gelato 还算是不错。最后饮料的部分呢，它是扫 QR code 去点的，然后我觉得那些特调的饮料呢都还不错，特调的气泡饮、特调的无酒精的饮料都还不错。然后我觉得最后的那杯金萱乌龙茶虽然是个便宜的茶包，但是还蛮解腻的。刚刚吃完拿锅米有什么感想？烤鱼下巴很好吃，是惊艳的好吃。其他的印象深刻的甜点比汉来还难吃。唯一我觉得还可以的就是那个波士顿派，但它就是波士顿派就是奶油很多，然后吃起来所以口感吃起来不会那么干。其他的都不怎么样。对，最后意外的最难吃的，我反而觉得是它的茶碗蒸。最后觉得很难吃的是茶碗蒸。茶碗蒸又没有高汤的味道，然后蛋的味道很重，就是最基本、最基础的日式料理竟然没有掌握好，我觉得很可惜。然后它的土皮蒸也是有高汤的味道，但是鲜味不是很足，所以这是一个还可以接受，但是应该有其他更好选择的，知道吗？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吃拿锅米和吃飨宴的一些感想。